我不是在医院生孩子吗？怎么在这里？难道昏迷了在做梦？我的小宝呢？小宝，小宝。小娇，这2月，等我拿到韩若曦公司所有的股份，我就跟他离婚。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名分。其实也没必要离。真的？你愿意跟我这样一辈子？离了婚还要分走一半财产，但是如果是丧偶的话，小宝，老婆，没事啊，妈妈在，不哭。妈妈在。老婆，我白娇娇，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为什么要勾引我的老公？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哎呀，小宝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和她勾结，你把她放任到一旁不管，万一小宝出什么事怎么办？既然你都发现了，那我不妨就告诉你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其实一直都是花着你的钱，住着你的房子，睡着你的奶，而你不过就是给我们俩赚钱的一条狗罢了。不可能！当初我怀小宝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要爱我一辈子的。王立波，谁他妈想了也爱你一辈子？结婚8年，老子看你这张脸恶心了8年。要不是看你还有点臭钱，你以为我会忍你这么久？哎，说实话，我要感谢我这个宝贝女儿。要不是你怀了她，彻底把公司放权给我，我也不会这么早摊牌呀。识相的话呢，就把股份协议书给签了，我还可能把家留给你，就当是这8年我对你的补偿。你休想！女儿是我的，公司也是，我是不会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得到这一切的。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把钱抢了，我倒是要看看你签还是不签。不要！佳瑶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不要！废话真他妈多！完了吧你！韩若琪，你最好还是乖乖把字签，要不然这小崽子你永远都别想得到。让这对狗男女把女儿还给我！秋秋。这都是你自找的，乖乖的签个协议多好。韩若曦啊，韩若曦，你以为就凭你也配生下这样的孩子？别那么担心，很快我会让你的小宝下去陪你。
小宝，真的是一个噩梦啊！唐小姐，恭喜你生了个公主。幸好这一切都只是梦，小宝乖，等爸爸出差忙完回来，就会来陪我们的。完了完了，我踏踏五好青年怎么穿越到我刚看过的一个狗血小说里了？漂亮妈咪还是个顶级恋爱呢，天崩开局呀！怎么生完小宝还开始幻听了呢？也不知道江卓忙得怎么样，吃饭了没有？出个鬼的差！你生娃丢了半条命，还念念着渣爹，却不知道渣爹正在你买的大别墅里跟你的好闺蜜造娃呢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我能听到小宝的心声？算算时间，渣爹马上要跟他的白月光赶过来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妈咪被渣爹骗走公司，甚至还身负巨额贷款，最后还被渣爹亲手杀死。小宝，难道这一切不是梦？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辛苦了。临时有事出差，没有第一时间赶回来，对不起啊。若曦，江卓听到你生完了，第一时间就马不停蹄的赶回来了。你们夫妻俩感情可真好。哎呀呀，恶毒女犯来了！就是你蛊惑的渣爹害死了妈咪，大坏蛋！对了，渣爹马上要跟妈咪要公章，开始骗妈咪了。江卓对我是很好，娇娇，不过你为什么跟他一起来的？我跟娇娇在楼下碰见了。来，乖女儿，让爸爸抱抱。喂，老邓别碰我！这大眼睛，长大了肯定跟妈妈一样漂亮。老婆，我们就叫她瑶瑶怎么样？哎，对了，老婆，公司的公章在哪儿啊？有一个合同要盖公章，我还得回公司一趟。公章在，我真的能听到小宝的心声。小宝说的都是真的。妈咪不要相信他，渣爹要公章就是想和白娇娇联手，用公司去抵押贷款，同时又准备把公司卖给豹哥，拿2分钱跑路，到时候所有的债务都落到你头上了。公章放在……公章具体放在哪？我也忘了。唉，都说人一孕傻3年，看来是真的。若曦，我听说江卓这次谈成的可是笔大单子，就差公章盖合同了。你好好想想。这样，你要吃什么，要喝什么，我去给你弄。你就想想公章到底在哪。对，老婆，好好想想。妈咪好样的，这渣爹太假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完了，老婆，瑶瑶她拉了。老婆，你慢点。在医院住了这么久，一回来心情都好不少。那公章啊，我记得公章好像放在家里了，但具体在哪？老公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别急，我很快就想起来了。
这贱人倒是睡得轻松，孩子要我抱，他一路上要吃要喝，还让我伺候，真把自己当皇帝了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小点声。哎，娇娇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一旦公章拿到手，贷款审批还有报销的尾款就全下来了，到时候咱们的好日子不就来了？还想跟渣爹害我妈咪？我一定要让你尝尝我臭臭的厉害！拉了又拉了，若曦，救命啊！老夫人，这些是我家小姐花重金从拍卖会上买回来的，哪能拿走啊？走开！没眼力见的东西！我是韩若曦的婆婆，我拿点东西回家怎么了？我儿子花钱让你来守这个房子，难道是让你来监视我的？真是的！可是您拿的这些都太贵重了，不挑贵的拿，难不成还等银行找韩若曦以资抵债的时候拿走？我不怕告诉你，韩若曦已经不会回来了，你趁早卷铺盖滚蛋吧！这里是我家，我不回来，难道去睡大街啊？妈，哎呀，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些日子，老夫人就差把家里给搬空了。韩若曦，儿子，韩若曦不是已经……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妈，我已经怎么了？妈，我已经怎么了？若曦，阿姨肯定是因为第一次见到孙女儿太激动了，对吧？对！哎呀，若曦呀，你为我们江家生了个乖宝贝孙女，我是真的太高兴了。我是正打算去医院看你们母女俩呢。来，让奶奶抱抱。让她抱抱。妈，您可真是太贴心了，知道我跟小宝要回来，还亲自收拾屋子。既然如此，那您先忙，辛苦您了。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啊，吴姐，我看这地也有一点脏了，你去找个拖把拿给我婆婆啊。她这人做事儿啊，最喜欢亲力亲为，你可千万不能帮她，否则就是不给我婆婆面子。对，我妈也最喜欢打扫卫生了，是吗？哦，是。这小贱人让我干这么多活，累死我了！儿子，你们不是说把韩若曦的财产都转移走了吗？怎么还这么顺着他呀？妈，你先别急呀，现在突然出了点状况，韩若曦公司的公章我们还没搞到手，会不会被他转移走了？这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？产妇健忘，更何况这么多年我们把他耍得团团转，接下来只要顺着他，哄着他，只要等到他公章一拿到手，老公，小宝的尿布脏了，你快过来拿去洗洗吧。啊，我？这可是你亲生女儿的尿布，记得手洗啊。哎呀妈，您这地拖得可真干净，让我心情都愉悦不少。之前想不起来的事情，现在全都想起来了。公章我放在哪里来着？让我想想。老婆，你慢慢想。我先去给瑶瑶洗尿布。
想起来，有个单子拖不住了。妈咪好棒啊，居然把渣男训得服服帖帖的。乔乔，你没事吧？乔乔，这当丫鬟的日子，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江主，东西还没找到吗？家里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，确实没有找到公章啊。你知不知道，豹哥那边打电话催了好多次了，银行贷款也在催，再这么下去，全都穿帮了。儿子，要不咱们不要尾款行不行啊？妈，那可是5000万啊！儿子，你看，自从韩若曦回来后，我就干不完的家务活。你们吃饭，我在带娃，就只能吃些剩菜剩饭。你们睡觉了，我还要带娃。妈一大把年纪了，再也折腾不起了。好吧，反正豹哥的定金也不怎么花了。这2天我就假装离世，把所有能推的责任全推到韩若曦头上。老婆，午饭还得一会儿。你看，你跟瑶瑶都回来这么久了，也没出去逛过街，要不让妈陪你们出去逛逛？妈咪别去，渣爹就是想故意支开你，然后他在家伪造出煤气中毒的死亡假象，到时候他们一家子就拿着钱远走高飞了，只给你留下一屁股烂账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带瑶瑶出去逛逛。啊，完蛋了，我这小小年纪直接成富二代了。老公，我出去刷你的卡，你不介意吧？哦吼！没事儿，老婆刷我的卡，我当然乐意了。走路，小宝。渣爹脸都气绿了，妈咪无敌。死亡证明已经办好了，现在就等韩若曦上钩。韩若曦那个蠢货，害我爱的死去活来。要是知道了我的死因，肯定不知所措，六神无主。到时候你就问他公章的事儿，他一定能想起来。江竹，这件事情办成之后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？干什么呢？妈，你干什么呀？吓死我了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？这水我放了样，待会韩若曦来了，想办法让她喝下去。那小贱人迷晕了，咱们就马上转移。还有，小姐，咱们不是去逛街吗？
怎么把车停在这儿啊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你看，这不来了。喂，若曦，你快到医院来！江主他为了给你煲汤，煤气中毒，他快不行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快开车啊！不急。装死有什么意思？要玩就玩把大的。江卓，做戏做全套，这个是麻醉剂，能让你短时间之内没有知觉。你忍一忍，熬过今天，一切都是好日子。老公，老公，怎么会这样？若曦，世事无常，节哀吧。不可能！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人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人就没了？若曦，江卓昨晚听说你想喝老母鸡汤，所以连夜就去买了。今天一早就炖上，可能就是太困了，所以在厨房睡着了。谁能想到煤气泄漏就这大黑眼圈，渣爹昨晚不是去买鸡，是掏鸡去了吧？若曦，别太自责，江卓他不会怪你的。但是我看他生前一直心心念念着他的那个项目。若曦，你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愿。我相信江卓不会丢下我跟小宝的。装死是吧？我让你装！骗子！你给我起来！骗子！江卓，你给我起来！打得好，妈咪好样的！你给我起来！若曦啊，若曦，不能再打了，你去让他安心的走吧。江卓是不会丢下我跟小宝不管的。江卓，你给我起来！定了，动了，龟真的动了！小姐，你可真是神医啊！你可千万别停，说不定龟还有救呢。真的吗？糟了，麻醉剂生效还要几分钟。若曦，不能再打了，你这么打他会死不瞑目的。这是死亡证明，你再打，你老公也醒不过来。既然连死亡证明都弄来了，江卓，为了骗我，你们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若曦，你还要操办江卓的后事，喝点水缓缓。水里有迷药，妈咪你可不能喝呀！老妖婆已经去联系殡仪馆的车去了，只要你被迷晕，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把渣爹转移走。殡仪馆，江卓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就别怪我。若曦，江卓生前嘱咐过，你刚生完孩子，一定要多喝水。妈咪，完蛋了！快喝！只要喝了这瓶水，我跟我儿子的幸福日子那不就来了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老公生前经常跟我念叨，他穷尽一生，舍己为人，治病救人。他曾跟我提过，如果他不幸遇到意外，就让我把他的遗体捐了去做大体老师。什么？我记得大体老师解剖死亡时间越短，研究价值越高。为了完成我老公的遗愿，我现在就给王院长打电话。还要解剖？喂，
王院长，你们医院不是缺大体老师吗？对，刚死，还热乎着呢，就在你们医院，你们赶紧过来吧。喂，不能跑，不！海若曦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江卓要去做什么大体老师呢？啊，海若曦，这是故意杀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故意杀人？这个死亡证明不是你给我的，还是说其实是江卓诈死了卷钱跑路呢？不是，若曦，我是从来没听说过江卓要去做什么大体老师，还要去自愿捐献遗体。这是我跟我老公在床上说的悄悄话，你跟汉子在床上说过吗？若曦，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，怎么能这么想你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江卓他妈怎么还不到？把人带走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带走他。韩总，这急了，他急了。娇娇，江卓生前是我的丈夫，他意外离世，我比你更伤心。但是死者为大，我们还是早点把他解剖了吧。王院长，你还是尽快把人带走，争取早点解剖，造福更多百姓。韩总，我仅代表我院向您还有您的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正是你们的无私奉献，让我们的医学研究得以突飞猛进。喂，阿姨，你在哪儿？海若曦她疯了，她要把江卓解剖。好，我来接你。老公，你的眼角膜、心脏、肾脏都会被摘除，造福更多百姓。你的身体也会被一刀一刀划开，你就安心走吧。不能解剖，不能去！我给我走开呀！你们干什么？不能去！妈，放开！你们故意杀人是犯法的。这位女士啊，我们都是根据江生健的遗嘱来解剖的。妈，这是江卓生前的遗愿，现在王院长解剖是合情合法的，您别再闹了。你不能去！韩若曦，你跟我儿子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儿子事事都顺着你的意，可你倒好，他人没了，你都要对他掏心掏肺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妈咪给你们置办豪车别墅，甚至每个月都给渣爹10万生活费。渣爹能不好好伺候妈咪吗？韩总，你看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这重金娶回来的媳妇是怎么对我这个苦老婆子的呀？你走了，生埋个孤苦伶仃，连你的遗体都保不住啊！我的儿子，好可怜的儿子。韩若曦，枉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闺蜜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不就是不想给卓哥花钱吗？他后事的费用我来出，有你们几个。走，阿姨，阿姨这么大年纪了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一个都走不掉。走啊！都走啊！你们滚啊！滚！滚啊！走啊！滚！快滚啊！妈，娇娇，刚刚是我一时冲动，喝点水消消气。小燕儿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我已经联系好殡仪馆火化了，我儿子的事
以后你就不用再管了。妈，这么着急火化，是不是若曦？刚才我也不对，这样，咱俩碰个杯，你就别怪我了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应该谢谢你啊！啊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这水。吴姐，快去叫医生啊！哎，江卓，要是你妈没有拦着王院长对你的检查，你或许还有一条活路。但现在你们亲手把这条路给断了。你好，请问马春梅女士在吗？啊，我婆婆悲伤过度晕倒了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女士，您母亲在我们这里预约了灵车，我们打电话没人接，所以就按照预留的地址找了过来。我们是来拉尸体的，您看。哦，的确是我们预约的。这是我丈夫的死亡证明。江卓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既然你们喜欢演戏，那就演全套好了。殡仪馆是你妈跟小三帮你联系的，那我就顺带做个顺水人情，把你火化了。哎，师傅，请你尽快安排火化吧。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我妈妈再这个样子，她已经承受不住任何悲伤了。您放心，女士，像您这样有孝心的儿媳妇很少，我们一定优先安排。大哥，哎，我丈夫怕疼，麻烦一会儿火力猛一点，给他个痛快吧。哦，夫人，您客气了，送每位逝者安详的上路是我们的职责。夫人，请。阿姨，阿姨，快醒醒醒醒！阿姨，醒醒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死了！还有那个贱女人，他们去哪了？真是没用！我不是说过，把那个装迷药的水放在左边？为什么韩若曦没事，我们全晕倒了？可是我明明把那个有迷药的水给他喝了的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还不快打电话给韩若曦！王子现在全身麻醉，要是真出了什么好歹，我们的计划全泡汤了。但是阿姨，不会是韩若曦发现什么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们把公司抵押这么久，他都没察觉，他绝对想不到我儿子是诈死。老夫人，娇娇，你们可算醒了。吴姐，江主呢？韩若曦把他带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捐了？快说呀！老夫人，不是您联系的殡仪馆的人吗？你们之前昏迷，怎么叫都不醒，但殡仪馆的人又到了，所以小姐就先带着姑爷到殡仪馆去了。现在应该在安排火化吧？什么火化？
等等，大哥，我想和我老公在最后说几句话，想亲自送他最后一程，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？好的，女士，您瞻仰完仪容后，拉动这个操纵杆，就能把遗体送进焚化炉，然后再按这个红色的按钮，就是点火。谢谢大哥。江卓，你出轨，转移财产，让我背上上千万的负债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其实你算计我没有关系，可你为什么连我们刚刚出生的孩子也不放过？都说男人娶妻娶贤不娶色，女人嫁夫嫁德不嫁才。当初你从你们小县城一步步打拼到城里，我以为你踏实肯干，我耗尽资源扶持你，我不顾亲戚朋友反对嫁给你。没想到你让我输得这么彻底。既然你想摆脱，我成全你。你个贱人，有毒也那个滚得远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儿子，你快醒醒啊，儿子！个扫把星，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让你偿命！阿姨，老夫人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说不捐遗体的是你，联系殡仪馆的人也是你。在你晕倒的时候，是我们小姐跑上跑下的忙活着，她忙的甚至没有时间给小宝喂奶，这怎么还成了她的不对了？你给我闭嘴！这个赔钱货能跟我儿子比吗？你们走，你们都给我走！我要送我儿子最后一程。妈，江卓去世我也很难过，但是你要坚强。我们还是早日把他火化，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吧。这不也是你想看到的吗？若曦，你先走吧，就让阿姨多陪陪江卓啊。他是我的老公，是我女儿的爸爸，我为什么不走？韩若曦，你是想活生生逼死我，你才满意吗？若曦，咱们先走啊。要是江卓在天有灵，不会想看到你跟阿姨起争执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咱们先走。娇娇，儿子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，也什么都明白。什么？你们都接受不了江卓的离开，都舍不得把他火化。那好，我来做这个坏人。我的男人，我绝不允许他多待1年，在这冰冷的焚化炉里生活。不要！不要！谁都不能伤了我儿子！儿子出来！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不是在乡下老家吗？啊，若曦也在呢。若曦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擅自做主，把叔叔叫过来的。撒谎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早就跟渣爹串通好了，准备来拿钱跑路的。是吗？哎呦，是啊，娇娇说的没错呀。小卓发生了意外，我们都很难过呀。若曦啊，你还要照顾瑶瑶，千万不能累坏了身体。
这儿有你妈和我就够了。你呀，回家休息，咱休息吧，休息啊。根据现在的时间点来看，应该是被渣爹忽悠，买了妈咪公司的豹哥知道，现在的公司只剩下一个空壳，来找渣爹算账来。江城的地下皇帝豹哥，江城卷了这种大人物的钱诈死跑路，按照豹哥那从不吃亏的性格，到时候所有的欠账肯定都得归纳到我这个做妻子的身上。江主，你还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啊！现在还没把他给我支走呢，我们怎么转移小桌呀？你以为我想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，有什么管？我可不管啊！我可已经知道他们在骗他。今天下午再不给他钱，那就要我一只我怎么了？啊！救命我！救命我！救命我呀！救命我！救命我！我到党地址大声喧哗，你这么生气加大好应该，已经是最大火了。儿子，我费尽心机，把儿子也真熟悉，最后把儿子都打进去了。老婆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操，儿子他已经死了，可是那笔钱还在儿子卡上。顾书记也知道了，他一分钱两拿不到，儿子和钱放的多一样。我家水爷的把所有钱都转到了江主的账户上，那意思我什么都没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到最后还是要飞到韩若曦这个贱人手上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不是你，江主不会死；要不是你，我不会一无所有。白娇娇，你别再无理取闹了。江卓的死亡证明是你给我的，你忘了吗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这么在意江卓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让我火化江卓？你有什么事情瞒着？江卓这个狗杂碎人呐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妈，我这都躲到殡仪馆来了。江卓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没你在这儿，我一边去！他妈的，江卓这个狗东西，拿个空壳公司骗了老子300万，赶紧让他给我滚出来，否则老子今天就宰了他的老婆和孩子！骗钱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妈咪演技棒棒的，这要是进军演艺圈，高低能拿个影后。别看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跟我也没关系啊！跟我装是吧？江卓，老子不信你能在火葬场躲一辈子！给我找！别找了，他已经死了，就在那个炉里面。死了？我呸！你真当豹哥我好骗呢是吧？老子一年收的账比你他妈吃的盐都多。今天他就是真死了，我也得让他活过来。这是他的死亡证明。真死了？妈的，欠了老子300万，居然一死了之了。想起来了，你他妈就是江卓的聘礼。那天你和江卓一起去他公司签的合，今天江卓死了，这笔钱你来还。不是我，豹哥，不是我。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子在江湖上的名声，居然敢骗老子的钱！今天老子要让你加倍奉还！
报告，跟我没关系。她是江卓的老婆，她有钱，那是江卓的孩子，他们都有钱，你找他们还。说些心肠的小三，明明是他给佳佳出的主意，现在竟然吃干抹净，翻脸不认人了。娇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若曦，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江卓的债理应就是你来还，而且他还打着生意的名头向我借了100万，那这钱你也得给我。若曦啊，你也知道，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，家里也没什么积蓄。我看呀，你和豹哥这个债务没帮不上什么忙，你呀，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想办法吧啊！是啊，若曦，现在江卓走了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媳妇，我们老两口还指望你掏钱为我们养老呢，我们可没钱替你还债啊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老夫人，自从江卓嫁给我们家小姐，一直以来没有亏待过你们吧？每个月我家小姐给你们拿钱的时候，你们一口一个乖闺女的叫着，现在遇到事情了就开始避嫌了。还有你，我家小姐把你当亲人一样对待，吃穿用度，你哪一次不是刷的她的卡？现在竟然联起手来陷害我家小姐！走了，喝到没有？今天只要有人认这个账，不管你是小三儿还是原配，本金300万，违约金300万，加一起600万，还钱。600万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你钱，这他妈白纸黑字上写着呢，想当老子面赖账似的。渣爹仗着之前偷偷的把自己捞的那部分资产全部转移到了海外。另外还专门立了一份遗嘱，受益人只有妈咪，就是为了将债务更好的全转移到妈咪头上。要是没有这个遗嘱就好了。小宝，难道你就是上天派来拯救天使吗？这账我认。什么？不是，你公司都变卖了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丈夫去世之前立了遗嘱，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我。遗嘱？都没听说江总有这么多钱。遗嘱？豹哥，欠你的钱我完全能还清。不过我老公现在正在火化，你能不能等明天我处理完我老公的后事，再来算算？可以，道上的人都知道我豹哥最讲江湖道义，我就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下午见不到钱的话，弄死你！豹哥，为什么是我啊？哎，豹哥，若曦啊，你没事吧？若曦啊，也就是我们老两口老了，要不然我们就算砸锅卖铁，也得帮你把这个债给还上啊。没事的，爸。你跟妈要是没有什么安排的话，你们就先回去休息吧。等我把江卓的后事处理好，明天我再给你们安排遗产怎么分的事情。好姑娘，好儿媳妇。那我跟你爸就先回去了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就不给你们年轻人添麻烦了。小姐，他们一家人都这么对待你了，你还想着给他们分派遗产？放心吧，吴姐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江卓欠的债可不止这一家。哎，韩总，林来了。怎么样？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？韩总，您正手眼通天，居然能找到江卓的海外账户。经过我们团队的协调，如今已经帮你追回了全部的资产。哪里是我手眼通天啊！这一切多亏了我有个好女儿。对了，韩总，这是遗产分配协议。江卓很精明，
在做遗嘱的时候，故意提了属于他自己那一份资产全部赠与你。原来他的账户上有上千万的债务，一旦接受遗产，就等于继承了所有的负债。他为了将债务转移给我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不过到头来却是人财两空。这些债务，我一定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他。耀祖，耀祖，耀祖，起来！我跟你讲，我们马上要发财了。妈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找那个江叔叔了吗？宝贝，你听妈妈讲，明天妈妈带你去参加江叔叔的葬礼，到了之后你就必须喊他爸爸，听明白了吗？我不，我看到过江叔叔在床上打你，他是坏人，我才不要叫他爸爸呢。宝贝，你要听话，我把你生下来就是希望你能成才，咱们一起过好日子。现在机会可算来了，你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，听明白了吗？已经收多少了？还没报警。老婆子，这么做有点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不拿，难不成要留给他吗？说好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！你这次亲戚就这么走了呀？你让妈怎么活呀？马大姐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可现在都怪这个女人！我儿子就是为了给她煲汤，好端端的人说没就没了呀！都说儿媳能顶半边天，可她到现在都没给我表示。老头子，以后咱们可怎么活呀？都说养儿防老，马大姐的儿子为了给他老婆煲汤出了事，尸骨未寒，现在就开始嫌弃他们二老了，这还是人吗？你生孩子，马大姐不辞辛苦从农村到城里照顾你，你转眼就不认人了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人死了还被聘用江找人子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再怎么着也得拿一笔赡养费吧。你们别胡说八道，我家小姐对待他们江家人可不薄。吴姐，妈，是我不想赡养您跟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江卓在外面鬼混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昨天要债的都追到火葬场来了，那可是600万，我真的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了。马大姐，600万啊！你儿子在外面干了什么？怎么欠了这么多的钱啊？你别听他胡说！韩如熙，你们回家再说。那么多人，那么亲戚朋友都在呢。妈，黄婶又不是外人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还有这么多好姐妹在吗？到时候要债的找上门来，咱们找黄婶再借点儿，咱们再凑一凑，把江卓的债给还了。从今以后啊，我就能好好挣钱，给您还有爸养老送终啊。他姑，马大姐，我可是没钱哈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哎，马大姐，我可听说了啊，要债的人找上门来，
剁手剁脚的，实在是还不上啊，拉去卖器官的。你呀，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。妈咪好样的，一句欠债打散姐妹情，看他们还怎么联合起来欺负妈咪。我就是几百话而已，可把你们急的。妈，您的意思是有更好的办法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昨天是你亲口答应豹哥的，这钱你自己还。再说了，你开那么大个公司，那么大个老板，难道几百万都拿不出来吗？老夫人，您是不是悲伤过度糊涂了？我家小姐的公司不是被你儿子给卖了吗？我不管，是韩若曦亲口答应的，她自己还的。还有，我儿子的遗产不都留给你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那个遗产你必须分我一半。说了那么多，终于上头，接下来就开始猎杀时刻。妈，江哲也是您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这遗产我分，只是这份额不要7成。虽然说你跟江卓是夫妻，但是我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还被你克死了，所以我有7成是理所应当的。5成，5成？什么？5成你还不愿意啊？哎呀，儿子，你睁开眼好好看看吧！各位父老乡亲们，你们也睁开眼好好看看，这就是我江家的好儿媳。你看我儿子没了，就肆无忌惮的欺负我呀！儿子，我和你爸已经撑不下去了，你把我们带走吧。若曦，自从你嫁到江家，江哲对你一心一意，夫妻一场，你就这样对待马大姐，你就不怕江哲半夜来找你吗？好好好，妈，就依你说的办，5成就5成，我分。真的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马春梅，这5成遗产可是你闹着喊着要过去的，等催债的上门的时候，你可别后悔。我可没逼你哈，你可不许反悔。若曦啊，其实这个遗产呢，我们老两口子也不想跟你分，可是你非得孝敬我们老两口子。你说我要是再推脱，那不显得浪费掉你这一片苦心了吗？事已至此，那咱们就赶紧找个律师把这个协议签了吧。那好，我这就去叫张律师来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去，要走。爸爸，爸爸，娇娇，这小孩谁家的？若曦，事到如今，我不想瞒你，我一直念念不忘的初恋就是江卓，耀祖就是我跟他的儿子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娇娇，我和你是最好的闺蜜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胡话呢？舅舅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耀祖真的是我大孙子。是，若曦，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破坏你的家庭，但是我就这么一个孩子，我也想让他认祖归宗。我不信。阿姨，你是知道我跟江卓的关系的，不是吗？我跟若曦说说，毕竟你们江家也就我们家耀祖一个孙子了，不是吗？真是太像了，老婆子，你看这个鼻子，这个眼睛，跟咱们儿子小的时候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！奶奶看看，
哎呀，简直是太像了！若曦，我求求你，你接受现实好不好？江卓去了，我一个人带着他，你看看他，我儿子还那么小，我求求你，这个抚养费你能不能给我？闭嘴！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！韩若曦，你干什么？你想坑我孙子了？你没有办法给我们老江家传宗接代，那娇娇她可以啊，更何况她一个人把这孩子拉扯这么大，你有什么资格打我们家娇娇？这个野种是你的宝贝孙子，那我的小宝是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关心过他。一个丫头片子而已，好好疼她有什么用？以后总是要嫁人的，就是个亏欠。小宝贝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妈咪别生气，反正这孩子也不是渣爹的种，你想想老妖婆帮别人养孙子就好笑。那孩子不是江州的。小宝，你快说，还有什么瓜？妈咪要吃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过来把遗嘱拿出来重新分了！你要是亏待我大孙子，我老婆子跟你没完！略，还一口一个孙子呢。这孩子啊是白娇娇在酒吧里面下岛，无意间怀上的野种，这么多年都没找到接盘侠，没想到渣爹死后反倒接盘了。宝贝，谢谢你。小姐，你花我的钱，睡我的奶，到现在还想要我为你掏钱，白娇娇，你是脑袋长屁股上了吗？若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我能力有限，我一个人抚养不了他长大。如果现在你都不帮我，那江家的独苗真的不能再姓江了。哎，韩若曦，你想霸占我儿子的遗产？耀祖是我孙子，这遗产应该留给他。说的没错，让你掏钱就掏钱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你们都很闲，都来欺负我一个弱女子是吧？都想要拿钱，行，我全部都给你们，我一分不要，你们满意了吧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若曦，我真的是为了我儿子，这个财产我们只要一半。韩若曦，你在我们家享受了那么多年的富太太生活，我想你也不差那点钱吧？依我看呐，这遗产一半留给我们俩老口养老，一半分给耀嘴。毕竟养孩子开销大嘛，这苦了谁，也不能苦了孩子。是啊，若曦呀，你得大度些，毕竟你生了一个姑娘。不过你把那姑娘养大了，你还能赚一份彩礼钱呢，是不是？那笔遗产必须按照你妈说的分。韩总，江卓的所有遗产都盘点好。韩总，江卓的所有遗产都盘点好。来了，我看。房产5处，公司股份30%，总共价值500万。哦，500万，那真好，到时候我们一人250。妈，这是固有资产，不是现金。你们现在怎么分啊？怎么分要你管？这是我跟娇娇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若曦，你看耀祖他还这么小，还在长身体，正是花钱的时候。这遗产你就让我跟阿姨自己分吧。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。是我说的，
以后这遗产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你赶紧去处理我儿子的后事吧，还有那么多亲戚朋友等着呢。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他们争着抢着要拿我老公的遗产。从今以后，我和他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从此再无任何瓜葛。张律师，把合同拿给他们签了吧。是。谢谢。阿姨，拿到资产之后马上转现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那怕什么？所有的欠债是他韩若曦的，他跟我儿子是两口子，况且是他昨天在豹哥面前亲口承认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对呀，一个妇道人家有手有脚的，拿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就应该孝敬长辈。就是，她一个女人还那么年轻，又不耽搁她二婚，这遗产她就应该让出来。老子要的钱准备好了吗？老子要的钱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跟我们没关系，别找我们，千万别找我们。韩若曦，老子的钱呢？什么钱？老子他妈昨天答应你，给你1天的时间，让你给你老公下葬，你就还我钱。你他妈今天当我的面耍我是不是？若曦，你们夫妻之间和豹哥的事情跟我可没关系。我先带我儿子先走了。啊，对，豹哥，我们跟韩若曦啊已经划清了界限，你有事你就找他就行。我们先走了。拦住他吧！告诉你们，今天老子拿不到钱，你们谁都他妈别走！韩若曦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是你亲口答应豹哥的，赶快还钱呐！若曦，我儿子还在这儿，斗谁都行，别动我和我儿子。豹哥，其实我真的很想把你的钱给还了，只是我老公的遗产，在我婆婆还有她的私生子那。喏，你看，遗产分割书还在他们手上呢。你们2个老不死的，再加上你带个小屁孩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你们他妈的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。既然你们不懂规矩，老子就让你们尝尝撒包一样的铁拳。燕无寨主，是江卓欠的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让人还钱，找他，还是他老婆？张卓是以个人名义来借款的，当然是谁继承了他的遗产，谁来还啊？没错，谁继承了江卓的遗产，我就找谁要钱。拿钱。那你找他，这是江卓亲妈，他还拿了一半财产，让他还。志秋，阿姨，你忍心让你亲孙子流落在外，让我们俩露宿街头啊？不行，凭什么让我还？我儿子欠的钱凭什么让我还？我又没还过1分钱！我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我好不容易把我儿子拉扯的，我还没享2天福呢，又被要债的人逼上门，我这造了什么孽？哎，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打坏我，你们都赔不起！妈妈，我害怕。儿子还这么小，告诉你，你们都得是犯法的！放开！犯法？他妈欠债不还才叫犯法！把他们给我压住了！今天你们要是不还钱，老子让你们拿命抵！豹哥，我还钱！
菩萨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遗嘱合同给豹哥，给豹哥，豹哥。还有你的那份，千万不要一起。早这样不就完了？这边来了。韩若曦，你个扫把星！我就知道你这么轻易的就把遗嘱拿出来分，肯定不安好心。妈，您在说什么呢？江卓欠债，您不是知道的吗？至于拿了钱就想万事大吉，哪有那么容易？韩若曦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下来求。儿子，没事儿，咱们走。老婆子，咱们也得赶紧跑。当初咱们捐钱的时候，不只捐了包给他们一家钱，找上门来了，咱们就没钱还了。快走！慢着，2份遗嘱加起来才500万，不够还钱的，把他们给我拦住，让他们跑了。真是活该！从一开始渣爹一家就没安好心，想要算计妈咪。现在好了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马春梅女士，我们是江城银行的。据我行调查，您儿子江卓涉嫌违规贷款，利用欺诈手段骗取我行1000万元整。江城银行的人终于来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没钱，没钱？你儿子生前借了那么多的钱，钱呢？你所有的房产加股票加起来才500万，连我的账都不够，赶紧还钱！还有我们，公司欠我们半年工资没发了，现在江卓想要一死了之，不可能，赶紧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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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她毕竟是您婆婆，您看咱们要不……他们这是自作自受。我要是没有提前识破他们的阴谋，今天落到这种下场，那就是我。家族卷钱跑路的，他知道钱在哪，你们找他要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把钱藏在哪儿，他的钱每次第一次进账都会运到他的海外账户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放在哪儿。我跟他就只是普通朋友。你放屁！刚才你亲口承认的，这小屁孩是江卓的孩子，现在江卓死了，他的钱不给你，给谁？不是，那是我骗你们的。儿子的确是我儿子，但跟江卓没关系。这是我7年前跟我的初恋生的，只是他出国了，我想着给孩子博一个好的未来，这才赖上了江卓，只是想拿点财产罢了。白娇娇，你个贱人，你就这么不知检点！老太婆，我不检点。我自己养我儿子有什么不检点的？倒是你啊，在他的房子里住着，你偷了他多少首饰去变卖？一个月给你10万块钱生活费，你还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啊？你在背后撺掇人家离婚，不都是你做的？我们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你个贱人，我杀了你！他们给我住手！老子来可不是看你们演戏的。韩若曦，你们一家子加起来都凑不足1个子儿，老子算过了，把你们所有人都卖了，能弥补老子的亏损。你是拿钱买命，还是跟他们一样？给我上！我给我！若曦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还不想死。
再也不给你争遗产了，你就看在你跟江卓多年感情的份上，救救妈吧！若曦，你看在我们曾经是好姐妹、好闺蜜的份上，你救救我！我还有孩子，我不能出事儿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谁欠的债，当然由谁来还。这钱我可不还。那是你老公欠的钱，你不掏钱填窟窿，等银行的人把你带走了，老子他妈找谁呀？豹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了。既然是江卓欠的你的钱，那你去找江卓要不就行了？他妈的，江卓已经化成灰了，你想让老子下去吗？谁说他死了？老子他妈亲眼看着他化了。我这怎么？你竟然没死！儿子，你没死！儿子，你是人是鬼？怎么可能？我亲眼看见你被火化了。怎么？看见你情夫和你宝贝儿子还活着，你们不高兴？这怎么可能？昨天是我亲手按下的起火键，那时候我儿子明明在焚化炉里。哦，你说焚化炉里面的那个，那只是一具野狗的尸体，你要认他当你的儿子，这可不太行吧？这么说，这一切你由始至终你都知道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江卓既然还活着，那岂不是所有债务不用我来偿还？江卓，我想死你了！滚开！贱人，我看你是想我死，这野种他妈谁的？啊！老子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都不知道你儿子他妈这么大了。爸爸，滚！你他妈是我爸爸！我当时真是猪油蒙了心啊，放这么好一个老婆不要，非要他妈跟你瞎搞！妈的，差点让你躲了！别打欠了我们这么多的钱，居然想到了假死脱身！你他妈的真是算盘打真响啊！啊！宝哥，先躲宝哥！我吸你妈的怒！少他妈跟老子套近乎！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还有你在我行的借贷，今天之内必须还清！儿子，你快把海外的钱全部拿出来还了吧，要不咱们真做不了！你他娘的真是个天才呀，居然想到了把财产转移到海外。我看你啊，真是老谋深算呐！没有，宝哥，您误会了，我还钱，我现在就还钱。还不把手机给我？你真想看我被豹哥抓走卡腰子？真想看到渣爹查看海外账户，却发现所有钱都被妈咪转走之后的样子。你这个小淘气，这么小就喜欢看热闹了？不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是你转走了我的钱。我海外几千万的账目呢？钱呢？钱呢？钱没了，儿子，我看看，钱没了。转了我的钱，还有别人的孩子，我他妈杀了你！妈的，居然敢耍我！今天不还钱，老子就他妈割你腰子！去你妈！给我打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好戏也看完了，我们走吧。
死老婆子想跑，给我抓住他！判决结果出来了，我给你读一下。您请说。被告人江卓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4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被告人白娇娇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剥夺政治权利2年。被告人姜文才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1年。被告人郝文豹催收非法债务罪、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剥夺政治权利2年。你对这个结果还满意吗？满意。韩总，江城银行给咱们的5000万贷款批下来了，如今咱们的新公司也已经重新开业，你看现在要不要过去参加剪彩？谢谢你，我的宝贝。走，妈妈带你参加剪彩去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妈妈加油，好好赚钱，给我们小公主买好多好多玩具。咱们呀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